慈禧太后为什么不能废掉光绪帝？公元1898年，康有为等人在光绪帝的支持之下，实行变法，史称戊戌变法。不久之后，康有为等人擅自谋划了包围颐和园、诛杀慈禧的阴谋。此举让慈禧太后大为震怒，她不仅对维新派大开杀戒，同时也迁怒于光绪皇帝。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慈禧将光绪囚禁在西苑四面环水的银台，并且派人专门看守。经过变法这件事之后，慈禧意识到光绪还很年轻，而自己正在一天天的老去，终究有一天光绪会执掌大权的。于是慈禧便有了废掉光绪，重新拥立新皇帝的想法。慈禧起了另立新君的念头之后，很快就付诸行动了。1899年，慈禧立端郡王在伊的次子爱新觉罗溥俊为大阿哥，并决定在1900年让光绪退位，溥俊继位。但是此举遭到了朝廷大臣的强烈反对，国内很多地方大员也不赞成，因为阻力太大，慈禧才不得不暂停此事了。后来在义卷入了义和团运动，被流放溥俊也被废除了大阿哥职位。再者，以英国为代表的列强势力一向对光绪示好，支持维信，公开反对慈禧亲政。光绪倾向西方，所谓维新，就是效仿西方，学习西方，实行资产阶级革命，这完全符合西方列强的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国民认可光绪而抵触慈禧，废掉光绪可能会引发政局动荡和社会动乱，从根本上毁掉西方列强的既得利益。西方列强倾向光绪，虽然遭到了慈禧的愤怒，但列强的态度影响甚至左右了朝廷上下相当一部分大员们的政治选择，这对慈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西方列强普遍支持光绪变革，慈禧发动政变之后，西方以各种方式表示反对，并立即展开了营救。各国驻华使馆的官员们前往总理衙门，要求释放并会见光绪，还以武力威胁。11月5号，慈禧和光绪在中南海共同会见了日本驻华共使，这是戊戌变法之后光绪的第一次露面。慈禧正准备废光绪立新帝，也恰好此时八国联军入侵了北京，废掉光绪的想法最终告吹了。慈禧虽然垂帘听政多年，但毕竟只是太后，而光绪虽弱，却是名正言顺的皇帝，是清朝真正的主人。别看这光绪的统治水平不怎么样，别看他一生从未触碰过至高的权力，但是他在中国最大政治势力立宪派的心里，仍然是一个精神支柱级别的人物。慈禧废光绪而另立新主，名不正言不顺，不合礼仪法统，难服天下人心。既然废不了光绪皇帝，所以慈禧在临死之前一定要把光绪带走，因为他无法容忍在自己死后，立宪派拥戴光绪上台清算自己。欢迎关注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